你記住，枕頭下邊放3樣嘢，招財又進寶。你唔去揾財神之來揾你啊！唔係啩？枕頭下面放3樣嘢就可以招財，邊3樣啊？聽住咯，第一樣，枕頭下邊放金錢，平安又有錢。你有冇聽過呢個講法呢？唔知大家有冇珍藏呢個銅幣呢？聽講好值錢噶喎。嗱，銅幣係古人用嘅錢，咁古人之所以將啲銅錢銅幣放喺枕頭底，嗱，最初係為咗防止小偷，咁放喺枕頭底，小偷就自然偷唔到啦嘛。但係後嚟枕頭下面放銅錢，寓意枕有錢係因真有錢，直接希望財運亨通，越嚟越有錢咁話喎。嗱，通常放6個，六六大順，8個發。嗱，其實從古至今，老百姓對金錢嘅追求都係冇變過嘅。譬如話，有啲地方過年喺除夕夜包餃子嘅時候，就會放一個銀仔喺餃子裏面，睇下邊個食中，寓意係嚟緊新嘅一年可以財運滿滿、福氣多多咁話。咁個個細佬哥都會爭住食呢啲餃子，睇下邊個咁好彩啦。嗱，又譬如話，有啲農村起屋打地基嘅時候，就會喺東南西北4個方向放一個銀仔，寓意係築下彩金、招財鎮宅咁話喎。所以可以睇得出喺老一輩嘅觀念裏面，銅錢係可以招財嘅。其實歸根到底都係因為古代落後，先至會有令到古人喺枕頭下面放銅錢嚟求財呢一種行為。無論係餃子裏面包個銀仔又好，或者係枕頭下面放個銅錢都好，亦都係體現到古人對於財富嗰種渴望，祈求家族財運亨通嗰種美好嘅願望。另外呢個銅幣仲有健康平安辟邪嘅寓意。你有冇見過有啲人將個銅幣用紅繩穿住戴住手腕，又或者係系喺鎖匙嘅呢？你再睇翻銅幣嘅造型，外圓內正，就好似為人處世嘅原則，對外要圓滑，但係內心仍然堅持自己嘅原則，識得咁樣去為人處世嘅話，財源自然滾滾來啦。咁講到呢度，真係不得不佩服古人嘅智慧啊！如果你仲保留住老祖宗阿爺啊、阿婆、阿太啊嗰啲留俾你嘅銅幣銅錢嘅話，真係要感恩佢哋啊！咁第二樣又放乜嘢呢？聽住咯，放個葫蘆落枕頭底。哦，我知，求子多子多孫係咪啊？係福祿盛財。古人之所以會喺枕頭下面放葫蘆，其實係因為諧音梗。你試讀下啦，葫蘆普通話讀葫蘆，諧音苦蘆。有啲地方嘅方言係會將苦讀成苦，苦讀成苦嘅。例如話苦煎會讀成苦煎，苦難會讀成苦難，苦椒粉會讀成苦椒粉。有冇聽過呢？咁既然葫蘆寓意福祿，即係有招財納福嘅寓意嘅咯。你睇下葫蘆嘅形狀係咪好似八字形，寓意發，幾好意頭啊！仲有喺古人嘅觀念裏面，呢個葫蘆係有多子多福嘅意思。你再睇下葫蘆嘅形狀，係咪上細下大，就好似大肚婆大肚林登嘅樣，咁所以就俾賦予多子多福多孫嘅寓意啦。其實睇翻喺民間都有唔少關於葫蘆嘅嘢嘅，例如大家都聽過嘅葫蘆娃，用葫蘆嚟整樂器，古人用葫蘆嚟裝酒飲，連神仙都用呢個葫蘆嚟做法器。我對葫蘆印象最深刻嘅就係睇《西遊記》裏面嘅金角大王同埋銀角大王，佢哋拎住嗰個寶葫蘆啦。有一次孫悟空為咗救佢師父，將個真葫蘆偷出嚟，然之後變個假葫蘆呃佢哋，仲氹佢哋話其實葫蘆都有分公乸嘅。咁呢一段大家有冇印象呢？等等嘅例子都講明葫蘆喺老百姓嘅心目中係吉祥物，從古至今老百姓都咁中意呢個葫蘆。但係喺枕頭下面放個葫蘆會唔會瞓捩頸呢？揞住噶嘛。為咗你嘅頸椎着想，為咗健康嘅話，都係唔好放啦。咁第3樣又放咩呢？放部書喺枕頭底啦。唔係啩？書聲咁難聽，放書又點會招財啊？所以話你識少少扮代表咯。有冇聽過書中自有金屋，書中自有我？下一句我唔記得咯。書代表嘅係知識，知識可以改變命運啊嘛。尤其喺古代，出身寒門嘅學子，為咗擺脫出身，出人頭地，都會努力咁讀書，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，飛黃騰達。一旦做咗官咯，仲可以改變成個家族嘅命運啊！
所以喺古人眼裏面，讀書就係最高端嘅招財方式。你試想一下，喺古時候又冇電視睇，又冇手機玩，咁唯一嘅樂趣就係讀下書。尤其係臨瞓之前就最好咪下本書，慢慢就形成咗個習慣，慢慢就會習慣將本書放喺個枕頭下面啦。咁關於枕頭下面放書嘅來歷，講起身係有段故。話說喺明朝有一個叫做張方同埋李貞嘅人，咁佢哋自細係着住同一條孖煙通帶，一齊讀書識字，一齊吟詩作對。但係後嚟李貞染上咗毒癮，無心向學，張方點勸都勸佢唔掂，導致兩個人嘅關係越行越遠啦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哋兩個一齊考科舉試，咁張方出於一片好心，就將本書放喺李貞嘅枕頭下面，想佢讀多啲書有所成就。但係呢個李貞知道之後，唔單止唔感激佢，仲要鬧爆佢，話啦：你竟然喺我枕頭下面放本書，難怪我輸咗咁多錢啦！事關賭仔係唔中意輸噶嘛，輸聲唔好聽，咁就係因為呢件事，兩個越嘈就越犀利，最後反晒面。結果張方就考中狀元，咁李貞就淪落為一個賭鬼啦。咁自此之後，老百姓為咗紀念張方同埋李貞嗰份情誼，枕下放三物就有咗放書呢一個做法啦。所以話一個人成唔成功，有冇財富，唔係話單單靠呢個枕頭下面放嘢嘅。枕頭下面放嘢，只不過係一種心靈嘅寄託嚟啫。最重要係要靠自身嘅努力同埋奮鬥，仲要靠自律啊嘛。冇自己嘅努力咯，點會嚟財富至得噶？你話係咪呢？我仲聽過枕頭下面放鉸剪、放利是嘅，咁唔知你枕頭下面或者枕頭隔籬又係放啲乜嘢呢？評論區見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